谢谢。谢谢。人心不知愁，夕阳西下水长流。将军战马今何在？野草鲜花遍地愁。这个我要批评你们，今天你们没有接上来啊！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我就忘了。多么愉快的一个行业啊！谢谢各位这么鼓励，这么支持，这么捧我啊！这个天下说书的人有很多呀，全国大概还不得有个5、6个啊。这行业算完了，一个行业全国才这么几个人，你是怎么干的啊？不容易。因为他之前呢下的功夫太大，而且我们这玩意儿他咱实话实说，他又不能量化，这就不好干了。你比如说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天津的，一个中医大夫，扎针灸啊、开药都好。我们这东大夫，那真是我认为他是神医。啊，好多人跟我一聊天，中医不行，我说咱也别抬杠，这就跟说相声似的，是说相声的每个你都爱听吗？不是，就这么简单呢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个说相声一张票1800，那个5块钱管饭还没人去？啊，你要拿那个来衡量的话，那就没法干了。但又不是人人都卖2000块钱票去，那只能说您遇人不淑。您碰见那就那样的。中医也是如此啊，上下几千年来，那不就靠着中医活下来的吗？他如果说他骗人，今天骗，明天骗，早晚他就没了。他能存在好几千年，自有他的道理。现在有些孩子们，咱有什么说什么。我有那朋友也是中医，小孩上3年学，他就出来了，给你号脉。这个东西它跟说相声一样，它需要经验，跟着老师走南闯北，他得见108000个病人，他得有经验，他才能知道这个如何。所以说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说中医这么不好那么不好，那有失公允。就我们这朋友也是东大夫，最起码我好几次又不好受啊。关键人家得说到前边，你这会是什么什么，拿过针来也没有说你躺好了，然后得这样慢慢的来，他没有。你跟他站一面对面，他就拿着针跟你连说话带聊天，就甭管是脸上脑子上，连看都不带看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你多瘆得慌啊！他就是什么呢？他家里祖传5、6辈干这个的，往上倒，人家家是御医，你就这么简单。您碰见那个不是，对不对啊？他这就灵。他看完你之后，他就告诉你，你这会是什么什么什么。我给你扎完之后，一会儿你咳嗽啊，或者你这病人你出去溜达去吧，溜达完回来你只要一排气，你待会儿怎样。他先说了，说了之后完全按他那来着，而且之后你就好了。你不信他，你信谁？对吧？你不信他，你倒叫迷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跟他聊天，我也说了，我说您这行没法量化。我说我真给你接到北京去，咱们捯饬的金碧辉煌，来一大会所，你给人扎针，这不现实。为什么呢？你这神医就一个呀，门口来800人，你累死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这行跟说书道理是一样的，他不是说我愿意说书，我给你个词儿回家背一背就得了。那愿意学针灸的孩子不也有的是吗？咱也见过那个外边诊所贴着针灸300一回200一回的，咱也能扎上。好不好？人告诉你，您这个得来45回，你看就这个呗。你差2回，你还嘀咕，怨我没坚持下来。说书也是，他不是背课文啊。为什么好多人说书，您各位觉得不爱听？那是不爱听啊。但凡认字儿、有点脑子、没有别的业余爱好的，不都能说书吗？怎么还没有别的业余爱好呢？他喝酒，他玩去，谁功夫背这个呀？给你一份词儿去背去吧，这大爷真认真，天天背，背完之后坐这给您背一遍，谁听那个玩意儿啊？
对不对呀？说书在说。您各位什么文化都有，藏龙卧虎啊！您大学教授，博士前、博士后、博士左，甭管您在博士的哪边吧，是吧？您坐这一听郭德纲说的，哎，你看别说，他说的从他的角度理解还是有点道理的，也得让您能听。没文化的听完之后也得讲，哎呦，这故事挺好玩的，你这才叫说书呢。为什么说难就难在这儿了？您看我们招生的时候啊，德云社招生，比如说我们招说相声的，你来300人我都敢招，说书的我一个都不招。为什么呢？我家里这几个徒弟学说书的20年了，还没摆弄出来呢。你看他就这么难啊！说简单是真简单。我们小时候说书就是跟着先生一块儿听去，先生在一个茶馆干3月，我们天天就中午12点多到那儿去，跟着扫地收拾屋子。有时候冬天呢，书馆还得点炉子，我们得忙活弄炉子。那讨点仔细啊，干活啊，人家前后台不讨厌你啊。这儿先生来了，沏上茶给他弄好伺候得了，他坐在那儿，这就开始我们听。没有人跟你说，就是你坐那儿听。这一天他说3钟头，哎，完事儿给他伺候回家了。先生高兴留你吃顿饭，不高兴滚蛋。回家之后倒磨他今儿说这3钟头说的是什么，我得大概能把它背下来啊。自己拿笔紧要的关节写下来，人名字写下来，好包袱记下来。这样的话听他听这么3月，把这一套书全听一遍。听完之后他下3月上那边去了，我们得跟着上那边去再听一遍啊。听来听去，你要听会了就会了。他要高兴了，他也问你那个怎么回事，你要是聪明的话，先生您看那个如何，他觉得哎这家伙挺灵，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地儿不对，是怎样，他给你讲，这就算教你了。就这个过程下来之后，你要会了你就会了，你要不会你就干点别的去。不是先生坐在这儿东汉末年说东汉末年，不是那样教，那个先生早累死了，对吧？为什么难就难在这儿，就我们这说书这行业必须是天才，99%靠自己，剩下的再能用功，在我先生指点，自个儿再多看书，你才能成功。但是唯独在艺术方面，家长也愿意听。你看奇怪就这儿，人的孩子们他都愿意，都认为自个儿我一定是那个艺术家，他爸他妈也相信。你上网看看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、评书、相声，所有艺术种类，你看大伙儿一点评，五花八门，骂了个街都寒碜着呢，没有一个人不比演员强。为什么呢？这行太难了，但是人人都把它想的太简单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们自个儿得知道啊，那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往这一坐，跟人说，这是在棚里边，您各位这是不花钱。要在茶馆里边，您甭管10块20块，你花了钱坐在那儿，他老得琢磨，我花钱了。为什么说想当初说相声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一规矩，必须要卖票，必须卖票，绝不能送票。你天天送票，有一天卖3毛钱，观众都觉得坑得很。啊，你看，包括很早以前我们做演出，那我就跟他们聊过，我说咱们尽量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主办方人家有这个要求，这场演出人家包了你啊，在一个5000人体育馆，它其中可能会有500张票、300张票，地方上有应酬啊，方方面面，这你拦不住的，这个票是必须要给的。但这个就你在台上一看，你就知道哪儿是没花钱的啊！你看这帮跟这儿来回溜达，说闲话的、嗑瓜子儿的、孩子满处跑的，那一定是没花钱，他不珍惜。你看那趴在那儿眼珠这么盯着那，花钱了，花钱了。所以我说咱不送票没有意义。如果咱不能卖票，咱就干点别的去，对不对？咱非得这样多难受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说回来了啊，我还是很希望能多出些个说书的先生，因为我知道这行太好了啊！你这么些年来，我还有最起码好几10套书，我没有机会跟大伙儿念叨呢，啊，真的。
咱们就打三国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趁着我还年轻啊，我还18呢，我难道说我就没有身份证吗？你骗我，我就信了吗？哎，那好，谢谢各位啊，您各位也是真疼人啊。我已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了啊，说快就快啊。刚才跟您各位聊天，就是我小的时候在老先生跟前待着那会儿，就在眼前一样，7、8岁、8、9岁，就是那么大。后来学会骑自行车了，骑我们家那大自行车，还掏着腿骑那样，就在眼前一样。一眨眼我都奔50了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呀啊！遗憾的是，这个行业日夜的逐渐凋零啊，希望它好吧。当然也谢谢您各位的鼓励和支持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啊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。爱听也是你们，起哄也是你们啊，还让这个民间艺人活吗？啊，我也不用问你们了啊，我不要给你们一个，我得问你们再说忘了，再给一个机会啊。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？耶！王司徒大宴群臣，酒席宴前痛诉董卓的种种不堪，祸国殃民，篡位谋朝，5人臣之礼，腾，就把我之前这几集全说了一遍。当然，王允没我说的好，他不是干这个的，他不是这里头事儿嘛啊，还顶多算个票友啊。但是你别看，别看人家是外行，人家说完之后，就整个这屋里边喝酒吃饭的情绪受到了波动，逐渐的就听见有人在气，不是生气，气就是哭，但哭跟气还有点区别，有声有泪，这叫哭，流着眼泪啊跟这哭，有声有泪，这叫哭啊，有泪无声，这叫气，流着眼泪心里边难过还忍着，偶尔的，这叫气。哎，没有眼泪光有声音，这叫嚎。哎，说书容易吗？光一个哭就得给您讲明白了，它代表不同的情绪。这个嚎啊，就是您要到了咱们到农村呐，老太太们吊孝的时候，这个最多，捂着脸嗷哭着就进来了，也没眼泪啊，那叫嚎。你包括这个咱们说《水浒》潘金莲哭武大郎，那个就叫嚎，是给别人看的。但今天这各位气，怎么呢？都是有身份的大臣呐。咱现在说1品的、2品的，再低也没有低2品的，2品往上，朝廷大员坐了一屋，跟这拍着，跟傻小子似的，不像话。王司徒的话触动了大家的心事，为国为民有感而发，哎呦，眼泪下来了，抽泣。这个玩意儿它是能感染的，您上火葬场看看去啊，这一帮人这儿一哭，有的人也没跟这死者多大交情，但到这儿之后，就这个环境带动着你，不由自主的跟着就哭。又何况这帮人都是朝里边的忠良啊，一个难过的就都难过，慢慢的这个声音就起来了啊，哭声也是越来越大。王允也是很激动啊，激昂慷慨，就说这些个事情。就在这会儿功夫，就在这个角，都是文武群臣呢，坐在这儿，有这么一位仰天长啸，这个就不合时宜了。大伙儿这儿为国家难过，他那儿哈哈哈哈，这就不像话啊！为什么呢？你不合群呢？德云社剧场，大伙儿都跟着乐，就你坐那嚎啕痛哭。
必有原因呢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得过去问您怎么了？你是埋伏在这儿的说相声的是吗？啊，别，凡事反常必为妖啊！你准得有原因呐，对吧？就这一下，大伙儿都回头看，最生气的王允。你想他这个情绪在这儿了，我给您各位都请来，吃的喝着，听我讲国家大事，咱们怎么办法剪除国贼？我这儿说了，大伙儿都很好，都在哭，唯独你嘎嘎嘎乐，我这里边有包袱是怎么着？这是人情戏理嘛。你搁谁也是，我跟大伙儿这说着话，希望你们一块儿啊，咱们团结怎样怎样。他那咯咯咯乐，你说能不恨得慌吗？是吧？王司徒怒从心头起呀，就这么回头一看，一瞧这主啊，现在说身高得有1.8米左右，这个脸呢还挺白净，单眉细眼。有人说单眉细眼什么样？这个眼睛啊，往上掉了点啊，还挺长，细眼，眉毛长得挺好，也不是粗粗拉拉，干干净净的，但是一直往上这么走，近鬓角，单眉细眼，啊，是这么一个主。书中代言啊，仰天长啸，这位是谁呀？曹孟德。今天这饭局按说没他，为什么呢？此时他算是董卓的人，董卓爱他，聪明机智，一直很希望把他就拉拢过来，成为自己的亲支近派，像李儒、像吕奉先这样的人，所以对他很好。文武群臣呢也都知道，啊。按原意来说，王允是没打算让他来着，他是听见信儿了。哦，王司徒过生日，我得去。他来了也不能让你走啊！啊，既然来就坐那儿吧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那么此时此刻，他跟这儿嘎嘎嘎这么一乐，王司徒不干了。孟德，他叫孟德吗？啊，孟德，因何发笑？你乐什么呀？曹孟德站起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笑只笑满朝文武，从明哭到夜，从夜哭到明，难道说你们能哭死那董卓？这话说的有劲呢。你们是朝之重宰，都是一品大员，国家栋梁，跟一帮老太太似坐这儿哭，打天亮哭到天黑，天黑哭到天亮，董卓就死了吗？人说是这话，这句话说完了，文武群臣们对曹孟德刮目相看。他跟我们不一样，就这些大臣里边呢，咱得承认有忠君报国的，但是也有从众心态的。咱们坐在一块儿，人都哭，你说咱要不哭合适吗？显得咱很另类哈，真真假假的也跟着一块儿哭呗，是吧？瞪着眼，有那个迎风流泪的，一会儿就哭了啊！你看，你细琢磨这个道理去吧，是吧？啊，因为我有时候就这毛病。哦，一听曹操这个话，王司徒暗挑大指，孟德，随我来。这不喝酒吃饭那大厅吗？带他出去了。这屋里这帮人是擦眼泪啊，是吃啊，等菜喝酒，咱就不管了。后边有一间密室，啊，来，孟德随我来。来的这屋，往这儿一坐，有家人进来给沏上茶。王允一摆手出去，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。孟德，司徒大人，罢了。蛟龙正在沙滩卧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。
我没有想到，你很年轻，曹操比他年轻很多呀，那会儿还是壮年的啊。我没想到那么年轻，你这个眼界比我们要开阔。别的话我也不愿意说，其实每天你也在朝纲上下，这个董卓的所作所为，你是亲眼得见。欺瞒天子，祸乱宫闱，夜宿皇宫，滥杀群臣，无恶不作。啊，就说这个人现在弄死他，那都罪有应得。但是我愧为一个文官，生性懦弱，我报国无门呐。孟德，你有没有好计策？到这会儿再客气就没有意思了。刚才那屋咱们都发了誓了啊，也都喊完口号了，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就是你想的不一样，你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准有好主意。你说说吧，怎么办吧？这事儿你不能白乐呀，对吧？啊！曹操点了点头。司徒，哎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您，想俺孟德7尺之躯，为大汉江山，我情愿抛头颅，洒尽满腔热血，单择一剑。好，孟德，你说我要借您家中宝刀一用，就是我为了国家死都可以，但是我需要一个道具。什么道具？您家有一口宝刀，有吗？有。王允家里边有一口家传的宝刀，这个据传说天下宝刀18口半啊。为什么18口半呢？那半口它那个尺寸小，1尺3，别的刀都比这大，唯独它1尺3，所以它算半口啊，叫孟劳刀，也叫七宝刀。说您家中有这口宝刀，就要这宝刀能协助我。哦，王允开始没听明白，宝刀现在内使，孟德公要此意欲何为呀？你打算怎么用啊？你干嘛使呢？孟德点点头，我携带着孟劳宝刀去至相府面见董卓，我要取他项上人头。这就是曹操聪明的地方。我得去见董卓呀，啊，见他我得有东西。我一看，你看，有一口宝刀，我献给您，跟前一递，我就把他杀了，这行。你普通的，哎呀，太师啊，丞相，我这有菜刀一口，您看看，那个到不了跟前啊，啊，非得弄出去剁成馅儿不可呀。所以得借您这口宝刀。好，孟德稍待，等我一会儿。王允转身出去了，片刻就回来了，托到手里边啊，果然不大。孟劳刀啊，很精致。这个有关各种宝刀的，咱们找机会再细说，因为这个一说那个就演绎的成分太大了。各种宝刀，哪口刀是干什么用的，谁拿着，有什么典故，那个我能得说个10集8集的啊，不合适，怕平台不乐意啊。回来我搁在那个《七侠五义》里边给你们再念叨得了啊。今天把刀取来了啊，往这儿一递，曹孟德伸双手相接，把刀抱在怀里边了。王司徒，但放宽心，俺曹孟德7尺男儿，今日里我要为国出奸。王允一撩衣裳，就跪在那儿了。哎呀，王司徒，您这是您不能拜我，我不是拜你，我不是拜你，我拜的是你为国为民一颗忠心。今天刀交给你了，我老王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，
也交给你了，因为这事儿是明摆着的嘛。去了就两种结果啊，一个就是成功了，啊，把董卓杀了，咱们皆大欢喜，哎，咱们接着喝酒庆祝开 party， 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成功呗，你没成功，那就连累我们大伙了，人得倒这根儿啊。这刀哪儿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怎样怎样？那拿着我那不是一个人事儿，全家的事儿。这事儿托付你是我全家性命都托付给你了，啊，所以撩衣跪倒，孟德也赶紧跪倒，两位都流眼泪了。哎呀，这互相搀扶着站起来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拱一拱手，转身就走了。说这王允再回去跟大伙儿喝不喝酒聊不聊天那就不重要了，咱们回过头来单说曹操。回了自己住这地儿，他在这儿啊，他在洛阳这儿没有亲眷，他父亲也好，家里亲戚都没在这儿，这儿就他一个人。住哪儿呢？他住在旅店里边，啊，常年的包下旅店某几个房间，他住这儿啊。就包括咱们现在，比如说有的官员到外省任职了，也是家未必跟过去，当地给你安排一个住宿的地方，就是你在这儿，哎，他也是如此。回到自己住的这个地儿，把刀放好了，坐在这儿，翻来覆去的想这件事情。紧张吗？紧张。这不是小事儿啊，各位啊，天大的事情啊！不管成功不成功，自己都是要上热搜的呀。你想去吧，把董卓弄死了，那事儿还了得，对吧？董卓把他弄死了，那不也得热闹热闹吗？就注定这就是来回俩热搜，啊！自个儿坐着想这事儿，啊，家国情仇，为了江山，为了百姓，董卓这样昏庸，像我们这个在朝居官的，我们就算老老实实的做官，早晚有一天也得让他祸害死。既然如此的话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。但是自己反反复复的在脑子里就过这画面，过什么画面啊？明天起床之后，由打这屋往外走，到丞相府，从进门开始，进前院走后院，到后边他经常待着麒麟阁。我见他之后怎么说话，刀怎么拿着，我怎么抻刀，用什么方法杀他，杀他之后如何。一个好的特工是需要这样的呀，你也不能一宠性的回来之后睡觉，睡完觉醒了之后又喝酒迷迷糊糊的啊，然后到这儿打架去，那不行。一定要考虑周到缜密，得想象出多少种后果的处理方法啊，心细。坐在这儿一遍一遍的就过这电影，眨眼之间天可就亮了。其实这一宿就没怎么睡觉啊，喊人过来打洗脸水，净面漱口，吃了点点心，喝2杯茶，浑身上下收拾得紧称利落，怀抱着宝刀由打这儿出来，赶奔太师府去面见董卓。远远的就来到了这太师府，那您想象得出来呀，金碧辉煌啊，那个门口啊，兵丁护卫，戒备森严。在这个门口台阶上面呢，还摆着几条凳子，有春凳啊，也有懒凳。有人说什么叫春凳，什么叫懒凳啊？春凳是干嘛用的呢？来客人了，客人到这儿了，说那个我想拜访谁谁谁，您坐一会儿等着。客人坐这个叫春凳。家里还有伙计呢，看大门的，这会儿也没什么事儿，咱们歇会儿吧。他得坐懒凳，所以说门口凳子上哪儿坐的什么人，就知道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啊。春凳懒凳这个不重要。由打远处，曹孟德可就来了，心都到嗓子眼儿了，心说成败在此一举，暗叫自己的名字，孟德，孟德，你要小心了。
野草闲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？抬头吴越楚，再看梁唐晋汉周。这个都没接上来，还再来一个呢？啊，这不是我批评你们，你们也是没想到是吧？得了啊，下回想到再说吧啊，谢谢吧。这个老这么鼓励我、支持我啊，这些年来没少说书啊，好几位，你看这几位大姐，这都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。你想，他们比这鹏的岁数还大啊。到哪儿去都有他们，听声音我就知道是谁。对，这个玩意儿，要没有您各位支持捧着，没法干。说相声、唱戏，无论干什么都是如此，你得有人捧啊。您天大的艺术，您这玩意儿好的都不行了，就没人搭理你。你说别的就没有意义，对吧？尤其我们这个混的就是人缘。德云社到现在抄起来也那么长时间了。我越来越觉得，跟观众打交道是天下最开心的事情，当然也不容易。你看今儿后台又采访的，老有采访的啊，要没他们我早出来说书的了啊。他跟我聊天说那个，你看你们这儿有好多小孩漂漂亮亮的小鲜肉，你们这样是不是就违背了说相声的宗旨了？我说说相声什么宗旨啊？啊，你的意思都得剃一大光头啊，穿一大褂站在那儿一说点民国时候的相声，你就觉得，当然说成那样你也不听，你要这劲儿啊，但是不行啊。我说我们得吃饭呢。好在就是我们这演员，就各种口味的都有，对吧？你要听老先生，我们有你高峰高老师那样，对吧？你看那状态，那一定是65往上了都，对吧？你听，你这儿有。你想听那个口风紧的、包袱脆的，我们也有，各取所需嘛。谁规定这饭店就许一样菜？对不对呀？我们做的是生意，这个玩意儿我就这样，我都堵不住你们的嘴。你们有点太欺负人了。我说我没有把我们这个行业看得有多么的神秘。传统艺术好多团体其实卖不出票去，都是因为过分的鼓励自己啊。大可不必。我老说这个，说相声、唱戏、说书、剃头、修脚、种菜，这没有什么区别，它不就是工作吗？待着也得吃饭，你不得干点什么吗？哎，很好，你看我们这个工作跟我们的爱好又是一回事，这就是祖师爷赏饭，老天爷恩典，各位衣食父母支持就行了啊。就唱戏来说，我也跟麒麟剧社的说过，第一啊，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很神秘。神秘为什么说的那么神秘？那就是实在蒙不住人了，还是往高处说，是吧？你不能再问了，你要再问你不合适了啊，对吧？我们不能把它看得太神秘，但是我们要尊重它，不是说不看得神秘，这破玩意儿不值钱，下九流那也不行。你想这么一门艺术，它养活多少人吃饭呢？功德无量嘛。咱们就事论事，它就是一门艺术啊。您看一乐，因为观众就是两种心态。第一是找乐，第二是找茬，对吧？你可不就这个呗？啊，攥着票坐那儿，老看你有问题啊。但是呢，观众其实也可爱。你包括比如网上，你看好多位点评京剧的，说的很苛刻，他其实台下他要认识你了就没事儿。你看人有见面之情，你就这么简单。那会儿我跟陶阳，我跟他们我就说，我说你们别学我这个岁数我犯不上惯着他们，啊，我说你跟他交朋友。哎，他私信骂你，你就捧他，你捧他2句，他就是你的人了。你看这个玩意儿，哎，一拍肩膀，他就是你的人了。后来陶阳说：“爸爸，您说这太灵了啊！人心可不就这点玩意儿吧？啊，我们打小干这行就是琢磨人呐。这一套书成千上万个人，我得给他摆好了。这个为什么坏，我得替他都设计好了。那个为什么这么好？哪件事情他做得对，都得我们给他安排。这为什么说做艺难就难在这儿了呢？是不是啊？你包括这个现场这些位，对不对？大老远的，你们住哪儿都有，啊，也不知吃饭没吃饭，坐这听我瞎说，还挺高兴的啊。
现场随便喊，随便还有喊爸爸，还有别人搭茬，各式各样。我就是打一个比方，你不可能有人有这种口误啊。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就是播出之后呢，人家看视频的观众未必明白，是不是好开心啊？是。哎，好，替你们开心啊。书接前文，接着给您讲这个《三国演义》，到了一个重要的回目了。曹孟德献刀。其实说到这儿，我都觉得怪对不起你们的。为什么呢？说到这儿，我算了算，咱们说这第几回了？这是第9回了。第9回书了，才说到孟德献刀。这要想说的白帝城，得3000多回。但是呢，我计划三国就说52回，一年52个礼拜，咱们1周1期，算是头1年，大伙儿先尝尝。尝完之后，如果您觉得有点意思，还想听你们大伙儿就来个万言书啊，递到我手里，我把它一撕就断了，就断了你们的念想了，就。玩笑说玩笑那说书说什么不是说。只不过可能这个稍微的累一点，那说别的轻省轻省，但是大伙儿要爱，我还是很愿意的曹孟德怀抱着孟老宝刀，也叫七宝刀，来在了董卓的府上。您就说董卓有多爱他？你要是别的官员到此需要通传，你哪儿的？这是门官老爷我是德云社3队队长回天桥等着去这得进去给你通报说那叫你才来但是曹操不用，来到这儿直接往里边就走，这是个身份。这也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董卓很爱他，拿他当自己人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跟王允说我献刀赐董。你要说没有这个身份，没有这种董卓对你的厚爱，你这个主意都不用想，你以后就剩拿刀围着人府门口，磨家子里有抢菜刀你进不去对不对？你能干什么？给人剁劈柴呗，我就干这个了呗。怀抱着宝刀，由打大门这儿就要进来了。那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沉心服气。这个大气，这个很重要你拿着刀进来，你到不了2道门，人家得问你偷东西了吧？大气，往常什么样，现在什么样，这城府这个东西很重要胸中有波涛，面带春色，高高兴兴的往里边来。他得到后院，相府这几层院子，他到后边，后边哪儿有一个麒麟阁，阁就是个小楼。平时没事呢，董卓愿意在这儿休息的，2层的小楼，在这儿有时候跟吕布聊聊天，跟李儒谈谈心里话，跟这些个亲近的人员们谈谈一些个江山大事，在这儿能到这儿来的就不是外人了。你要说前面厅堂上如何，那都得官带齐整咱在这儿就不一样了。一直来到后边，到了麒麟阁这儿这儿迈步进来，一直到董卓休息的这个房间这儿。这屋里这儿靠窗子有一个榻，各位都知道，喜欢那个古家具的都知道过去还有什么美人榻了，这个榻那个榻了，就是不是正式休息的时候这么一种家具，就可以倚在那上边靠着点是这么个东西也有背儿不高，能倚着腰，是这么个东西董卓呢就在这儿上面正歇着呢，旁边站着吕布、吕奉先。往屋里一走，曹操这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呢？
够呛。吕布在了，列位，有句话呀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那都是厉害的牲口。那多棒了都是吧？他愣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这儿了。曹子欣说：“今天下手够巧的，啊，保不齐就对不起王司徒了，我就真献宝刀了。他们家藏好几辈儿没藏好，让我给借出来送人了。但是呢，见机而坐，啊，董卓正在这榻这儿倚着呢，300斤一大胖子，啊，坐这儿呗，就歪在这儿啊，这儿进来了。”啊，赶紧施礼。孟德参见老太师。哦，孟德呀，跟他说话很客气，而且这个语气就是拿来当自己人。啊，孟德呀，何故来迟啊？他每天都上这儿来，哎，聊天啊，说说国家大事什么的，出一些个主意。董卓爱听他说话，他聪明啊。为什么说曹操奸就在这儿了呢？天下就是刘备把曹操骗了，大部分人没玩过他，啊，看着你就知道你想听什么，他多灵啊。所以说董卓爱他。今儿来晚了，何故来迟啊？你怎么今儿来晚了呢？啊，还挺想你，是这个意思。是，回太师，啊，马匹有病，说我骑的马呀不灵，这马有病。哦，嗨，这个不叫什么。吾儿奉先，喊吕布。吕布赶紧过来了，去给孟德挑一匹好马。是。吕布转身出去了。曹孟德都快乐出声来了。哎呀，天助我也！要他在这儿，这事成不了。我往前一进步，人家咣一脚能给我踹出去，啊，拎着脖子打楼上能扔下去。他出去了，那行了，天下是我的了，高兴。而且就这会儿，可能他来之前呢，这董卓跟这儿坐着，这榻上这儿倚着呀，有点累啊，又往下顺了顺这身子，就把身子侧过去了。这个后背冲着曹操，自己脸儿冲着窗外。哎呦！曹孟德差点跪下说谢谢。董太师太疼人了，啊，给了我一个杀他的好机会。你看这个状态摆的啊，抻着个脖子跟这儿，我只要拿出来往跟前走，咔吧啦嚓切下来，那个青史名标，啊，我就成功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再等黄花菜就凉了啊！这不在怀里抱着吗？哎，往下一顺，找这刀把，这儿拖着刀鞘，往外抻这刀，这儿举起来，这不是拿着刀了吗？他往上举起来之后，这一抻出来，鞘在这边，刀不在这儿了吗？就能动手了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刚抻出来，董卓看见了，倚在这榻上，后边是曹操，脸冲着这边，这是窗外。咱们前文书讲过，他这个榻上有花板儿，这个花板上镶着这圆片儿，封魔铜的。那会儿没有镜子，这个就相当于是镜子了啊！他这么倚着，这不就有了吗？通过这儿整看见后头啊！刚才那么坐着累，哎，这转过身来歇着，好，身后大哥来这么一手，这才回头。孟德啊，孟德，意欲何为？你要干嘛？
曹操这个演技还是很好的啊，顺势把刀就拔出来，往这一跪，太师孟德来献宝刀。这东西要是再差几秒都有问题啊！你往前来这样，你要说献刀，这就说不过去了。就是要出鞘没完全出来，哎，这儿才出来，来献宝刀。哦，董卓坐起来了，拿手一接，曹孟德往前走2步，递过去。董卓接在手里瞧瞧，真是个好刀。这个刀把上镶着各种的宝石，这个刀刃上刻着孟劳刀，翻过来这面写着7宝刀。哎呀，果然是宝兵刃呐！心里挺高兴，心说我要是再上朝的时候，我带着它，再有那个行刺之人到跟前儿，我这掏出来就能防身自卫，很高兴。就这会儿的功夫，吕布进来了，几乎是同时，吕布进来了啊，这进来了，孟德，吼，将军，马给你看了一匹西凉的宝马，它叫甘草黄。哦，是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董卓把这刀放下，走，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吧。这儿穿上鞋，啊，由打榻上站起来，那俩人分开了，给他摆了当间儿，由打这屋出来，往院子里边走。有兵卒就把马牵过来了，甘草黄，您听这名儿就是黄颜色的马。哼，一瞧这马这状态，不是一般的东西。哎呀，好马，好马，好马啊！董卓看了看，孟德，爱不爱呀？哎呦，太师，这个真是宝马良驹呀，太棒了！承其一声，啊，你试一试。哎呀，太师在此，我焉敢撒野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送给你的啊，骑上试试。是，遵命。搬鞍认镫，飞身上马，坐上去了。哎，院子很大呀，啊，慢慢的转了这么一圈，回来甩镫离鞍，又到这儿，有人给他牵着马，有兵丁，这儿过来，太师，太棒了，真是宝马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喜欢就好，就把它赏给你了。哦呦，这怎么敢？哎，长者赐，不可辞啊！行了，去吧，改天有事再宣召于你。是。说了声是，倒退着往后走。董卓在那儿站着，他这儿抱着拳，倒退着往后走，啊，一直走到这花园后头，这是规矩。是扭头走，把屁股给董卓了。这就是有罪。包括咱们金殿上，不管是哪儿，大臣跟皇上说完话，偏殿在哪儿一说话，说完之后，皇上说你去吧，你都得退着走，你不能一转身走，这不行，没有礼法啊。这退着出来，有人把马也给他牵走了。董卓、董仲颖带着吕布转过身来，往麒麟阁那小楼那儿走。董卓就琢磨刚才这个事儿，天下的事儿就怕后着吧，啊，就想着想着，又回刚才那屋了，又在榻那儿坐下，伸手又把这刀抄起来看了看，吕布就问他：“义父，您怎么了？”我想刚才这事儿有点不对。刚才孟德来了，他说是与我献刀，但是我前思后想，恐其有诈。哦，
吕布那个有勇无谋，况且他不在跟前儿，他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就这会儿功夫，有打外边一推门又进了一位，李儒，就是董卓的谋士啊。李儒进来，智多星。这一进来一瞧，这爷儿俩脸有事儿。太师怎么了？嘿，你来的正好。是方才孟德前来献刀，是怎么这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回事？把刚才这过程形容了一遍。他走了之后，我反复思量，这里有问题啊！你说他到底是真来献刀，还是有意行刺呢？李儒说：“这个简单呐，啊，打发人把曹孟德叫回来。他要回来就没事儿，他要不回来就有事儿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奉先，快去，叫人唤孟德前来。”嗨，吕布出去了。那么曹操呢？曹操由打这儿出来往外走，出大门之前，稳稳当当的，啊，他这点他是明白的，啊，急急忙忙往外跑，谁多句嘴，自个儿就走不了了，啊，这儿出来之后，接过这匹马来，稳稳当当上了马，啪，一打这马，没回住所，出东门而去。跑了，那还不跑啊？不跑等雷呀！哎呀，快呀！骑着马出东门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有差人到他住那地儿找去了，没了。再一问，说骑着个大黄马出东门走了，赶紧回来跟董卓一说，董卓气坏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觉着不对劲嘛，也真后怕呀。你说但凡啊，自个儿要是糊涂了，反应慢一点儿，这刀就挨上了。这曹孟德不应该呀，老夫待他不错，你怎么能行刺于我呢？我是奉先，带人速速出东门，把他拿来见我。是。吕布这儿出来，带着兵赶紧去追他。追不上，是因为马的事吗？不是，脑子的事儿。曹操多坏呀！跑的时候就想到了，你一定会来追我，而且你一定是哪几个路线追我，我不能按着你脑子里那道跑，我得按照我这道跑。以吕布的那个智力，追不上，没追上。没追上也得回来呀，啊，这儿回来了，副相，管这叫副相，啊，又是丞相，又是他父亲，有时喊义父，有时喊副相，有时喊爹地啊，你甭管叫什么吧啊，没追上，没事儿，我已经叫人呐，画影图形，天下捉拿。有擒住曹孟德者，赏黄金1000两，官封万户侯。很下本啊。有人说，就是东汉末年，黄金1000两是多少呢？给您换算一下，合黄金62斤半，大概是啊，60、70斤黄金。官封万户侯，这是真恨他呀！那是你搁在谁心里也得恨疼啊！天下画影图形，要逮曹操。现在男一号就是曹操了。你看三国讲理就在这儿啊，该谁上场就是谁的。这会儿呢，曹先生挑梁了，啊，他是主演了。主演呢跟主演不一样。他这会儿是逃犯，害怕，先把衣裳换了。之前做官那身衣裳不能再穿了，他也知道天下逮自己，打扮一下，
装扮成商人的模样。因为你装别的他也不像商人这样呢，他家里有做买卖的，他觉得自己是没问题，能应付的啊。装扮好了，逃离了洛阳城。他是憋着要往东边去，回自己的老家，然后要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招选天下的英杰，推倒董卓。他是这么想的，这是他的目的。但是前提是要躲开人家的追杀，突破层层关卡，还得回到家里去，这是他当前要做的事情。难也就难在这儿了，东藏西躲呀。这您要说出去旅游去，这是一回事儿；你要是躲避追杀，那另是一回事儿。啊，这儿藏那儿躲。这一天来在一个地方，叫什么呢？这个县叫中牟县。常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是一个主要的环节。啊，到中牟县了。中牟县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啊，他必须得从这儿走，不走不行。但是很难，为什么？城门那儿贴着自己的美照呢。那年头没有照相，没有二维码，没有别的，但是呢，有画像，姓什么叫什么，大概长什么样，如何，犯了什么罪过。最重要一点啊，逮着之后给黄金62斤半，这个诱惑力就很大了啊！你要说逮着之后给小红花3朵，啊，这个不管用，不会有人往心里去的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对吧？自己远远的就瞧见了城门口那一帮兵丁，而且感觉得出来很严。我就在这瞧着，那是城门，这过城的人打这过，每一个都叫住了，站住，看看这脸，看看这画，差不多，这才让走呢，并不是说没人往心里去，随便吧，不是。我如果再往回走的话，离着洛阳又近了，追捕我的人是从洛阳出来的，我不能往回送啊，我只能往外走。就这个方向，大伙儿是听明白了。所以说他必须要走中牟县，到最后咬牙关，硬着头皮往城门这儿走啊。来到这儿，很多的把守城门的兵丁呢啊，有几个坐那儿坐着的啊，但是也有俩跟这儿认真查对的啊。站着看看啊，不是，这过去吧，下一个。这离着孟德还有3、4个呢。曹孟德就跟这儿准备啊，问我说我叫什么？我呀，我说我复姓黄埔，我叫黄埔松啊。问我做什么的？我是个商人。对，自己倒马准备一整套对答如流的话啊。看前面这儿，过来，姓什么叫什么？啊，这姓高叫高峰啊。多大岁数啊？这35。怎么长这么老性啊？说相声说的啊。好，过去吧。下一个叫什么名字？叫石爱东。干什么的？唱快板的。唱快板是干嘛的？他是他的，令他令定他。走吧，一个一个的走，问得非常的细致，眼瞅着就到曹操了。曹操努力的让自己这脸上啊别这么僵，为什么呢？你这一抖了啊，人就看出来了，极力的放松，骑着马过来了啊，下来，是，几位军爷。从马上下来啊，几位军爷，辛苦了啊！不客气。这个城门不能随便出入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是知道。现在画影图形逮人呢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跟您回啊，我复姓黄埔，
我叫黄埔松。哦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是这个商人啊。那行了行了啊，好，过去吧。好，谢谢几位军爷啊。往这儿一走，这俩兵丁喊坐地上那几个，嗨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起来，别太捆上，他是曹操。